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最近我的粉丝给我发私信，让我分享一下大闸蟹的一些挑选技巧。然后本期视频我就带大家先从买蟹开始去分享这个，大家跟我一起来去买螃蟹。老板儿，好多钱一锅啊？22啊？现在20块啊？多重啊？3两8到4两。啊？母蟹有多重？母蟹是4两的，这是5两5的。4两啊？对，这20一只是吧？对，20块一只。好，这个怎么是白的呀？这个是壳还没拍好。怎么卖啊？这个23、25、28，大的价格还高些，好多28。规格是3两5到4两的，平均就说3两8九。杨师傅收款。这个128一只。128一只母的。啊，母蟹这边。有多重啊？母蟹3两5的，母蟹4点。3两5啊。好了，现在我们买了4家的螃蟹，然后1、2、3、4都在这里。然后螃蟹买回来，先别着急做，有可能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就会躺第一个坑。我们先称一下第一家的大闸蟹的重量。然后我们第一家的老板跟我们说的，这个螃蟹是3两8到4两，然后我们称一下它的重量到底有多少。这一个的话，它是加上绳子3两多一点。我们都每一个去称一下，这个还不到3两，这个3两4，这个2两8，这个3两2。总的来说，其实这里面没有一直达到3两8以上的，最大的一个3两4。第二家的话，老板跟我们说了，他这个蟹有4两，3两2。这个是变成白色，他跟我说这个是蜕壳，其实他自己也不懂。2两8，其实这个是基因突变的吧。3两，3两，也是3两，3两2多一点。所以在这第二家的时候，所有的加起来最重的一只，其中只有3两2，离4两还差得很远，而且还是带着绳子称的。第三家的话，老板跟我们说的是3两5到4两之间。3两5，3两2，3两6，3两6。我们这个老板说了，就是比前面会贵8块钱一只，这里面除了一只不够3两5之外，其他都在3两5以上。总的来说，这3家跟我说有3两8到4两，实际上的话只有3两左右，3两的样子。我更愿意去买这个贵8块钱，然后它至少没有另外2家说的那么离谱。这个螃蟹的话是第4家，他跟我说的是有3两5。第一只，这只只有3两，而且也是加绳子。第二只，3两5。我们买大闸蟹的时候，老板说4两的话，先让他过下秤，有没有4两？如果有4两，我们再去买，这样也不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根据这个蟹的颜色来挑选。第一个颜色是青色带绿色，带青绿色。第二个颜色也是青绿色，但是其中有一点带黄。第三个的话，其实就是纯黄，带一点点灰色。第四个是米白色，这一个比较罕见，据说几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才会出现这一个。所以第一个选择就是印了我们之前网上比较流传的青背。现在我们来选择它的肚子，来看它肚子这一块。我们第二个选择有一个术语叫做白腹，就是肚子要发白，肚子白米白中带绿是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一只比较白，这只也比较白，这一只比较白，偏一点点黄，这只也比较白，带一点点黄色。但是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选择白的肚子的时候要看这个中间的缝有没有黄色的一些污垢，如果有，则说明它这是正常的白。比如这一只就非常的白，中间的缝也干干净净的，这一只螃蟹就是被商家刷洗过的，洗干净过的。它没有洗之前，说明有可能这只蟹
是水质不好的地方养出来的，它是很黑的、很脏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只，这只缝里面是有黄色的污垢，则说明这个商家没有去洗它，没有去刷它，所以它是正常的。这一只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虽然有一点点污垢，但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它是没有被处理过的。其中这3只中间第2只是被处理过的，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着重看一下白腹是白的正不正常。第3个，我们看它的脚爪子是不是金黄色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爪子，爪尖这里是金黄色的，这一只也是金黄色的爪子，大家可以看得到，跟我的手做一个对比，是金黄色的。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第4个，这是它的黄毛，它爪子上的这个绒毛是不是黄颜色的？多不多？有没有？这也是我们一个挑选大闸蟹的一个标准。我们在挑选螃蟹的时候，注意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会有蟹黄的颜色会标出来，这里在屁股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搬开它的尾部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这里就看得到有蟹黄。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螃蟹的这个够不够厚，厚起来有没有变成一个椭圆。如果说够厚的话，说明这个螃蟹里面的肉也比较紧实。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辨别它的，在背上面去看它的膏香不香，浓不浓。好，我们放下来。我们这一块的话，主要是看它这里有2个凸出来的地方，这是它的额头，凸出来的地方凸的越高，就说明它里面的那个膏就越多。然后这里凹的越下去，则说明它这里面的肉越紧实。还有这个位置，这是它的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地方，凹的越多，里面的肉就越多，它里面的膏也会越多。然后我们辨别螃蟹年龄大小，还有它的品种纯不纯，我们来数它这几个角。第1个角在这里，第2个角在这里，第3个角在这里，第4个角在下面，两边都有。如果我们的螃蟹杂交品种不纯，它第4个角基本上就没有了。我们选螃蟹的时候，如果是在超市里面挑选，我们动一下它的眼睛，它会缩回去，就说明这个螃蟹是新鲜的。最后我再送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私人小技巧，就是同样的蟹，我们拿在手里面掂量，我们选重的一只，千万不要选轻的一只。轻的一只的话，有可能它是刚换完壳，换完壳的螃蟹，你这样的捏它的背，如果说比较软的话，就千万不要买这个刚换完壳的螃蟹，因为这个螃蟹吃起来非常的水，然后里面的膏很稀，甚至会有一点微苦或者有一点其他的味道，这都是实践过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敲一下它的壳，可以用手去敲，也可以用一个硬物去敲，大家听一下。如果是闷的，比较沉闷的，就说明这个里面它的肉比较饱满。如果说是比较清脆的响声，里面就是一个空壳子。好，跟大家分享完这些，然后我们再所有的蟹拿来蒸出来尝试一下。好，我们现在下锅。现在跟大家分享蒸螃蟹。我们现在加的是冷水，然后下这个姜片，直接放到水里面，还有这个小葱，再下一点黄酒。这个黄酒主要是去除这个螃蟹的一些，中和一下它的寒性。我们这个螃蟹最好是冷水下锅蒸，它的黄才会慢慢的凝固，才不会说爆出来流出很多汁水来。把肚子朝上面，这个时候盖上锅盖。现在就是中火给它烧开，烧开了之后，像3两5这种螃蟹，我们一般蒸个15分钟就可以了。好了，水开，转中火。蒸螃蟹切记不能火大，火大了里面的汁水就会爆。开始计时。15分钟。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取出来。我们直接把螃蟹夹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盘子里面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东西流出来。如果你之前蒸螃蟹有很多东西流出来的话，就记住我前面说的操作，螃蟹冷水下锅蒸，开中小火，不要大火就可以了。好，吃螃蟹了。之前有粉丝问我，这蟹要吃冷的还是吃热的？这个蟹啊，一定要吃热的，冷的吃起来是腥的，有味道。好，现在绳子全部解开完了，这一个白色的蟹还是白色的，没有变红，但是里面是熟了的。我们现在开始吃一个，先吃这个吧。我们吃螃蟹，我个人的习惯是先吃这个大脚。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是用蟹霸剑来做这个，来怎么样子去吃它，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自己做的工具把肉挑出来。蟹钳比较鲜甜，脚的话一般都是用剪刀剪，其实可以直接用嘴巴咬，这样更快，也是正常的味道。我们现在掰开它，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蟹黄，这个就特别的饱满，挑出来，这个它特别的紧实，香味也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直接把盖子掀开，盖子掀开就是我之前说的，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这里凸的地方越凸，凹的地方越凹，它这里面的话肉就会越多。我们现在把它挑出来，这一坨非常的大，尝一下味道。这个吃起来跟蛋黄一样，有口感，很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口感。把蟹的鳃给它去掉，然后翻开。这个就是这个膏比较多，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屁股一定要够圆，然后就是看它上下一定要是椭圆形的，越圆越厚实，它里面的这个膏就越多。还有就是咱们蒸的时候，如果你开大火去蒸，这个出来的话是稀的，要么是稀的。还有就是像这些蛋白质凝固的时候，因为它一受热迅速膨胀，就会导致我们的大闸蟹蒸出来像这种直接很多东西很多里面的汁水全部流出来，这样就影响这个蟹的卖相。现在我们把这个黄给它挑出来。哇，这个黄特别饱满，最鲜的就是这一块软的这一块，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口感比较紧实，香味也正常。我们9月初的时候也去买过这个大闸蟹吃，但是它的里面的膏啊黄啊是少很多的，而且远远没有这么的厚实。所以大家说的是9月份吃母蟹，我们实践过来的话，确实这个要到9月中，农历的9月中，这个才黄啊什么的才会特别的饱满，而且价格还便宜。我们农历9月初去买的时候，像3两左右的，一般都是40块钱一只，而现在你去买的话，一般来说就是20出头一点点。下面跟大家总结一下，选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前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蒸蟹的时候，姜葱放到水里面，那个黄酒也放到水里面直接蒸。螃蟹冷水下锅，水开计时15分钟，3两左右的蟹15分钟，4两以上的20分钟。总之每多1两增加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本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拜拜。